血管分布在我们身体各个部位，它的健康也决定着身体的健康。若是出现血液粘稠、血管堵塞，就要抓紧调理。平时要少吃2种食物。高脂肪食物，这类食物不好消化和代谢，经常吃会让血液中沉积脂肪、胆固醇，使血液变得更加粘稠，严重的还会引起血管堵塞，所以要少吃。高盐食物，摄入过多的盐分不仅会使血压升高，还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对血管健康不利。如果想要保护血管，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，有助疏通血管。第一种，蜂胶。蜂胶有很高的营养，其中含有异黄酮、维生素 P、黄酮等物质，不仅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，还能延缓血管老化，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所以经常泡水喝能保证血管年轻态。第二种，苦荞。苦荞是天然的血管清道夫，其中含有的芦丁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增加血管弹性，所以常用苦荞泡水喝也能够帮助养护血管健康。很多人在和朋友吃夜宵的时候，喜欢吃点海鲜，喝点啤酒，认为自己年轻，吃也没事儿。可是当发现自己尿酸超标后，就后悔莫及了。那尿酸太高不仅会引发痛风，还会损害肾脏健康哦。那尿酸高的朋友不妨常吃下面3种食物，或许能够帮你促进尿酸排泄。茼蒿，茼蒿属于碱性食物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多种氨基酸、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A， 有利尿消肿的作用。经常吃有助尿酸的排出，对保养肾脏也有帮助。鱼腥草，虽然鱼腥草味道很特别，但是鱼腥草有消肿利尿的作用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很大的帮助。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也能够养护肾脏，预防痛风发生。陈皮，陈皮有很强的利尿作用，它能够帮助增加排尿量，对尿酸的排出有帮助。用它泡水喝，还能够帮助减轻肾脏负担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经常大吃大喝，海鲜啤酒不间断，突然有一天就出现了痛风，疼得受不了。其实这都是尿酸高惹的祸。如果尿酸高，平时就要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了。像我们平时吃的海鲜、动物内脏、火锅等，都含有很高的嘌呤，所以尿酸高的人要少吃，这样有助稳定尿酸。除了要控制饮食外，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，坚持运动。运动能增强身体素质，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，能帮助稳定尿酸。第二，坚持多喝水。喝水对身体有很多好处，每天多喝水能帮助稀释尿酸，促进尿酸排泄，还能够帮助。现在不管吃啥都越来越方便了，但因为很多人都乱吃，使得体内尿酸升高，最后引起痛风，叫苦连连。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吃来预防，不妨常吃下面2种食物，能够帮助促进尿酸排泄。空心菜，空心菜是一种常见又营养的食材。空心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纤维素和胡萝卜素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。经常吃空心菜还能够帮助降低体内尿酸浓度，促进尿酸排泄，对预防痛风有帮助哦。折耳根，折耳根就是我们常说的鱼腥草。折耳根中含有胡皮带等有效成分，有利尿的作用，所以经常吃一些折耳根，对排尿酸也有帮助。如果不想尿酸高，平时还要多喝水，少喝汤，坚持锻炼身体，这些对身体都有好处哦。很多人觉得尿酸高只会引起痛风，其实尿酸太高还有可能会给肾脏带来伤害哦。如果你体内尿酸高，早上起床后没有出现3个异常，或许肾脏还没有被牵连哦。1. 早起后身体浮肿，体内尿酸偏高的人要注意一下。如果早上起来发现眼睑浮肿或者是下肢浮肿，就要小心肾脏健康了，因为肾脏出现问题会影响身体的代谢，导致水分排不出去，所以早上就出现了浮肿的情况。2. 早起后尿液异常，早上排尿时若发现尿液颜色变深，并且有泡沫，也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的表现。3. 早起后感觉到疲惫，明明前一天睡得很好，但是早上起床还是全身无力，精神不好，那么也可能和肾脏健康有关。尿酸高的人要注意，尿液黄、异味大，可能是身体在暗示3件事，一定要留意。第一，
如果早上起床发现自己尿液很黄，有异味，而且排尿非常的急促，甚至有疼痛的感觉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前列腺炎引起的。第二，如果排尿时颜色深、异味重，而且排尿次数会不断的增多，但是排尿量却比较少，那么大家就要引起重视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尿道炎引起的。第三，除了上面的这2种情况外，如果尿黄还可能和肝脏健康有关，因为肝脏是身体的排毒解毒器官，若是肝脏出现问题，那么就会影响到排毒，尿液颜色也会出现异常。所以当尿液发黄有异味的时候，大家不要单纯的以为是上火引起的，还可能和上面这3个问题有关，大家最好及时检查，以免耽误病情。相信没有几个女人不怕衰老吧，但是没人能阻挡岁月的流逝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延缓衰老的到来。如果你不想比别人老得快，下面的这3件事尽量少做。爱操心，很多女性不管什么事情都爱操心，想的比较多，殊不知这样时间长了会导致皮肤变得越来越差，皱纹也会慢慢的爬到脸上，自然就老得比较快。所以女性朋友平时尽量少操心，学会释放压力，调节好情绪。总熬夜，熬夜对身体的危害也很大，如果长时间熬夜或者是睡眠不足，会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加速人衰老，皮肤也会暗淡无光。所以不想衰老太快，建议女性朋友睡前尽量不要玩手机，要在11点之前上床睡觉。过度减肥，在这个以瘦为美的社会，只要身上有一点赘肉，大家就会选择减肥。如果减肥过度，可能会影响女性雌激素的分泌，对子宫和卵巢健康不利，也会加速身体老化。所以女性朋友要合理减肥。那女性朋友如果不想比别人老得快，上面这3件事就尽量少做吧。除此之外，平时还要规律饮食，经常运动，保持一个好的心情，这样才能够让你保持年轻。女人衰老都不是突然性的，而在开始衰老时呢，身上就会出现一些痕迹。如果发现，最好及时的保养。第一个，皮肤失去弹性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脸上的胶原蛋白逐渐流失，这时皮肤就会渐渐的失去弹性，变得松弛下垂，没有光泽，这说明已开始衰老了。建议大家可以常做脸部按摩，每天早晚洗完脸之后，将4个手指放在臼齿的位置，然后从里向外的在脸部画圈，3到5圈后，再用双手轻轻地拍打脸部，直到脸颊微微变红为止。这样按摩脸部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，让皮肤变得更紧致，脸色更加红润。第二个，腰腹部赘肉增多。很多女性到了中年以后，腰腹部赘肉越来越多，肚子越来越大，这也是衰老的一种信号。主要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新陈代谢变慢，导致脂肪堆积，所以大家也要及时调理。可以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减掉肚子上的赘肉，不妨试试一个小动作：平躺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叉腰，将双腿膝盖弯曲抬到胸部前面，要尽量的靠近胸部，然后再将双腿放下伸直。注意做的时候腰腹部要收紧，这样反复做3分钟左右。这个动作可以紧致小腹肌肉，让腰部变得更加紧实。雌激素可是女人体内的美丽激素，如果体内雌激素偏低的话，可能会出现各种健康问题哦。那雌激素偏低，我们会有哪些表现呢？大家可以看一下。第一个，皮肤会变差。若雌激素偏低，会使皮肤保存水分的能力下降，这样皮肤呢就容易发黄、长斑，没有光泽。第二个，月经不调。雌激素会影响到月经，如果雌激素偏低，会有月经周期过长或者是过短的情况，引起月经不调。第三个，经常心慌出汗。那经常半夜醒来还心慌出汗，这也是雌激素缺乏的表现哦。那雌激素不足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黑糖。黑糖和红糖不一样，黑糖颜色比较深，黑糖的营养价值呢也很高。那女性经常用它泡水喝，不仅可以刺激雌激素分泌，还能够补气养血，有很好的保养卵巢、美容养颜的效果。这是女人的一种生理现象，要伴随我们好几十年。但是每个女人都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绝经。当女人绝经后，衰老也会加速，所以呢，有的人认为越晚绝经越好。其实绝经呢也是有一个最佳年龄的。
那这个最佳年龄呢，就是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。如果不在这个年龄段，就属于异常绝经了。如果40岁以前就绝经，就可能是卵巢早衰的表现。这样啊，女人会衰老很快。而55岁后还没有绝经的，这样呢会加大患妇科疾病的风险，对身体健康也不利。所以过早过晚都不好。而在45到55岁这个年龄段绝经的女性，卵巢和子宫啊也会比较健康，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，对长寿也有帮助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